上，水果稻花香。8000里路云和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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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000里路发出冠平安祝，小小雨歇，8000里路开望眼，8000仰天长啸，8000里路壮怀激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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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壮怀激这张照片太模糊了，我不敢确定。但我印象中，张旅长个子很高，眉毛又直又浓，鼻子也很挺拔。我们在逃难的路上丢了几件行李，我先生的照片就只剩这一张了。但是他的番号是130军所属187师87旅。我记得张旅长被送来的时候，衣服都被打烂了，番号我没看到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9月初从罗店方向送过来。送他过来的医护人员说，他们全旅几乎全军覆没了。张旅长是带着敢死队接应援军的时候被鬼子包围了，最后突围的时候受的伤。我先生最后战斗的地方就是在罗店附近的柳镇，而且时间也对得上的。小雨兄，你对这位张旅长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印象吗？印象太深刻了，他是我这一辈子都最难忘记的人。安排给张旅长做手术的时候是深夜，张旅长伤得很重，他左腿膝盖以下骨头、血管、神经全部被弹片划断了。前线的医护人员只是绑住了他的大腿止血，因为送过来耽误了很多时间，所以我检查的时候创口已经发黑，伤口都坏死了。这种情况只能截肢。我记得给他做手术的时候，帐篷外有一个战士一直在哀求我，让我给他炸了日本鬼子坦克的班长做手术。可是由于药品奇缺，尉官以上的军衔才有资格用麻药。我们在给张旅长准备注射麻药的时候，他突然跟我说，我的一条腿已经没有了，再也不可能重返战场了，把我的麻药让给隔壁那位兄弟。我们所有人都在劝他，可是他执意要这样做，我们只能尊重他的选择。你们知道吗？没有麻药的截肢手术，简直你没法想象。我们用一条毛巾绑住张旅长的嘴巴，防止他在疼痛的时候咬伤自己，然后把他的四肢和肩膀牢牢地固定在床上。关武圣刮骨疗毒，这是一个传说。可是那天晚上，我见到了一个铁一样的男人。手术，他撑过来了吗？撑下来了。手术历经1个多小时，简直是奇迹。术后的几天，张旅长被安排特别的看护，前几天恢复的还不错。是不是就是我去医院去送药品和供给品的那几天？是的。但是，在那几天的1个星期之后，张旅长发生了术后感染，引发内脏的并发症，
他截肢的时候，身体损耗太大了，这一关终究还是没扛住。我们全力抢救他，但是他还是牺牲了。张夫人，抱歉，我尽力了。谢谢程医生，能跟我说这些，非常感谢。张夫人，你先生是我这一辈子最敬佩的人。请坐。快点！藤田先生，我的当事人张汝贤老先生对你表示深深的歉意，向您诚挚的道歉。歉意，我可没看出来。藤田先生，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，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。这信是我爹口述，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记的。啊，是。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。我爹都老眼昏花了，他看不清楚。那你来念，你念一句，他学一句。他武断侮辱了我的人格，侮辱我大日本帝国的尊严。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。藤田先生，您的诉求我明白。你看，我能否和我的当事人沟通一下？我需要这二位帮我一起和当事人沟通一下。这个苦必须得吃，这封信必须得念。给我爹这个样子，他怎么念呀？交给我了，交给我了，进去再说。爹，太爷，你看谁来看您来了？哎，你看，我的小月明啊，月明来看您来了。太爷，您知道这是哪儿吗？您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吗？太爷，你还记得是这么回事吗？什么事儿？咱就按老规矩，甭管他们说什么，只要我一扯您就说是这么回事。是这么回事。丁女士，来。
藤田先生，您看，鉴于我的当事人的身体状况，可不可以请丁女士全权代表读这封道歉信？您看可以吗？他的态度呢？他会有他的态度。谢东阳某军书，藤田先生赐。我听不见。是这么回事儿。藤田先生赐剑，仆年迈守旧，好学嗜酒，直信峡州，往往过后方知。足下旅居吴国，仰慕文化，受邀登门。仆本当置酒招待，引为知音，奈何任情失态，以致斯文扫地。是这么回事儿。诗书礼乐之道，所以为和者也。夫两国兵戎相见，乃当政者为之。吾等青山，莫不痛心疾首。足下怀瑾握于，亲人善邻。仆谢私愤于文友，铸成八错。愧悔难追，望足下雅量海涵，护上恪守，张汝贤手上。雨娇啊，爹，你最后两句说的什么？愧悔难追，望足下雅量海涵。你说的我听到了，你让他说。是这么回事儿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，泱泱华夏，上国衣冠，不当之美，谓之华；礼仪之大，称之下。一个醉而脚国，两脚禽兽，你也配？ふざけるな！全く謝る気はないじゃないか！藤田先生，误会，这一定是误会，您息怒啊，息怒！给脸不要脸！那就让他去宪兵队，是他的因苦とは覚えとけよこのくたばれ！藤田先生，藤田先生，藤田先生，这是误会啊！藤田先生，走，回牢房。老总，老总，您看我们这一家人在一块儿说个话不容易，您通融通融，好吧？
这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不，应该的啊，应该的。快点啊！哎，一家，这信真是你写的呀？写得好，写得漂亮，字字珠玑呀！你写的时候，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云魁吗？你干嘛呢？疯了！长官，爹，我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想着云魁，云魁已经不在了，我得让你活下来呀！活下去就得认怂吧。云魁没认怂，他死了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大爷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夫人呢？啊，夫人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每个字都在翻她的心。我要是能识字儿，我早就替她念了。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你也为月明想想，为您的孙子想想啊！一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，其犹未悔呀！我想起云魁小的时候啊，我给他讲屈原，他一天问了我21遍，屈原是谁？屈原大夫为什么投江而死？我也给他讲了21遍。云魁听完之后啊，嚎啕大哭，他懂了，明白了。我跟他说，九死未悔，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。一些人为了一件事情，敢拼命，敢流血，敢舍命。我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父亲的，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教我的，我也是这样教云魁的。玉娇，我是多么希望你也这样教月明啊！我不能道歉，我要是跟他们道歉，我就不是我了。云魁风华正茂，他践行的这个信念，死得其所。我是他老子，我不能输给他呀，不能。此头不可低，此腰不能弯，不能。玉娇啊，走吧，走吧啊！我的事，你们不要再费心，不要。走了，别看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好的。快走！赶紧走！走。汉福，
我错了吗？你救人能有什么错呀？要怪，只能怪咱太爷太犟。回上海，我错了吗？你跟太爷都一个毛病，就是太犟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要我说，念封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活命最重要嘛。不对，我不该回上海。要是去了武汉，太爷能好好的，刘嫂也能活得好好的。夫人，你可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啊！你想，我们要不来上海，我们都上了那美云号去武汉，那美云号一炸，我们不全死在江里了吗？对呀，要不然连月明都没有了呢。愧悔难追，还海涵，海他娘了个狠！别死，留着叫月明。您是鲁太居的吧？对，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。哦，给我吧。哎，麻烦告诉田先生趁热啊。哎，谢谢。我派人到北党巡捕房问过王巡捕了，有那么位老先生，因亲戚请日本人来家里做客，老先生发怒，直接把人赶出去了，被诬陷成了抗日分子。倒也没什么大事，那个日本人要他当面道歉就是了。家里亲戚写好了道歉信，倒被他骂了出来，大闹了一场。巡捕房的人都说那老爷子大概是疯了，整天在监狱里高声的诵离骚。那厨子是什么人？我也派人去查了查，没什么背景，就是一门心思想救他那个疯爹。厨子的爹会诵离骚？巡捕房的人是这么说的。来，七哥，帮我拿。来，你笑一个，笑一下。我就喜欢你的笑，有点意思。哎，都忙着呢。老板，这什么肉？牛肉。哎，你看新研究的包子馅儿，我打算整一个兰陵七绝。兰陵七绝我听都没听过，你吹吧你。老板，你知不知道什么七绝呀、八景啊？那都是噱头，主要的还得靠这包子馅儿。来，你尝尝。这，你研究吧。哎，这海参鲍鱼是哪桌订的？啊，没问题，这是旺福包包子用的。包包子。王福，谁让你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？这不是糟践东西吗？老板，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！你天天卖煎饼能挣几个钱？海参鲍鱼包包子要是能挣钱，你问问他们信吗？老板，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，你从我工钱里扣。呸！你一个月才几个大子儿，够扣的吗？再说了，收我那10笼包子钱还没够完呢。这又提这事儿，哎呀，老板，我又不是跟你干1天2天，我跟着你干一辈子，你慢慢扣不就完了？你一辈子也不能霍霍我啊！我没霍霍，老板，我这不就为了咱鲁太吗？万福，
吓我一跳。你吓我一跳。你怎么来了？这几天张云奇他们2口子也不在家，不知道憋什么坏了，就一直心神不宁的。那你坐会儿。坐不下了。唉，你今天这包子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都快愁死我了。已经给田先生做了6天的包子了。你也知道，田先生什么没吃过呀？这6天，我把这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、草上蹦的，能做的、不能做的、想做的、想得到的、想不到的，我都做了。唉，实在是没辙了。你帮我想想。啊？我不会啊。你就想，你已经吃了6天的包子了，第7天，你想吃什么馅儿？连续吃6天包子，那我要吃鸡蛋茶。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开玩笑，我认真的。人家要吃包子，吃什么鸡蛋茶呀？哎，现在这鸡蛋茶都去不了我的心无堡垒。不是你让我说的吗？我们不吃。这田先生的嘴呀，怎么办呢？还能有什么馅儿？面馅儿。面馅儿？那不就是馒头吗？我认为啊，田先生虽然跟你约定了7天的包子，但他未必是图你的包子。那他图啥呀？图你的心意。反正你现在都已经想不出来了，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做一屉真心实意的馒头，不见得没有包子香。不是你这话说的云里雾里的，怎么跟黄瞎子似的？我感觉好像有点道理。黄瞎子是谁啊？一算命，能管他。既然咱们已经答应了，那肯定不能食言，踏踏实实的用心做。行，就做馒头，我信你。来吧，我做什么？你把这个面粉倒这缸里，都倒进去吗？都倒进去。然后呢？你放一点盐在这个大盆里。放多少啊？一点就行。够吗？太少了。哎呀！干嘛呀？你是想把田先生齁死啊？放太多了。没事，来。这是面酵子，我来和吧，你和不匀的。那我能做什么？放糖，你放糖。放多少啊？1把。哦。哎，我看看，再少一点点。行，放吧。把糖、面粉、盐都搅和匀了。你把这个水端过来，帮我倒进去。那你说倒就倒，你说停就停。好啊，倒，停，倒。要不你试试？好啊。你越使劲，它就越筋道，越筋道，这面就越有嚼头。是吗？嗯。哎呦，七哥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呦，对不起啊。田先生等急了吧？我们这包子还没做得呢。你可别提包子了，田先生再吃啊就该吐了。你赶紧去趟贝党巡捕房。我爹怎么了？田先生打了2个电话，巡捕房刚刚回消息，安排放人。
快去接人吧。谢谢田先生，谢谢七哥。你可别跟我来这套。啊，七哥，大恩不言谢。我在外面等你们。走。去接爷爷了。走走。哎，围住围住。谢谢长官，夫人。爹，爹。咱回家了。回家？回家。把我放了。对，太爷放年了，赶紧收拾东西吧，咱现在就可以走。没向鬼子低头弯腰。爹，你信我，冲日本人，咱没低头，也没弯腰。嗯。兄弟，你们那边打得怎么样啊？不大的人接得很够的。我们也是，一个村里出来的，就剩我了。是。这几天是北上的事情多，还是南撤的多？还是北上的多，和这些难民啊都反着走。哎，兄弟，来快点啊，慢点吃啊。没事。够了够了，不好意思。谢兄弟，心一调报所发现逮到起大家子不容易，要带小孩走。我最先我自己的。好。我在部队里头吃得好，喝得好。去哪？武汉，武汉队。我马上就要上战场了，万一我死了，千万不要为我守节。有人愿意照顾你，你就嫁给他，我不会怪你的。捷报！捷报！我就是个畜生！台儿庄胜利了！台儿庄胜利了！弟兄们，捷报！捷报！台儿庄胜利了！矶谷师团大败，王义县枣庄撤退了，我们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台儿庄胜利了！我们加油！下面先啊，人手不够，等一会儿啊，我帮你们写。好，谢谢。帮我把这个记了。好。
啊！你跟我一下啊！跟我的娘跟我走啊！我要打人了，晓得吧？慢点。你跟我的娘搞我强了，我没事啊！我的娘干了，晓得吧？你跟我的娘，跟我的牙膏。再慢点，再慢点。跟我的动啊！跟我的儿子，跟我的阿娘讲，我就打人了，我就胜利了，晓得不？你放他骗他娘，他媳妇他孩子，我们打胜仗了！对，我跟我的阿娘是不是啊？我就想生的。你希望不要想我救你了啦？慢点说啊！就是你，我赢了啦！胜利了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庆祝开尔庄大捷！庆祝开尔庄大捷！中国必胜！抗战必胜！中国必胜！抗战必胜！夫人，伤病请神。爹，开尔庄大捷！啊！我们打赢了！大人，我们赢了，你听见了吗？我们赢了！孩子，我下来！大人，慢点，你慢点！我们赢了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中国必胜！抗战必胜！中国必胜！抗战必胜！四边爬鼓，血海涌，三军大呼应山动。走，古来青史，谁不欠？觐见功名，分中一人。开尔庄赢了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中国必胜！抗战必胜！中国必胜！抗战必胜！中国必胜！抗战必胜！我们赢了！云鬼赢了！大云鬼！中国必胜！回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万福，帮一下。我帮你，来，给我。福晋大嫂，请。好，日本人想打得好啊！哎，怎么打不开了呀？不对，是刚刚那一片。对。把电带走，快把电带走。哎，太爷，哎，朱大哥，你兰花是不是开了？太爷，我们去看看朱大哥的兰花。对，走，去看看。吃酒。张太太，又见面了。张云启不在家，你去洋行找他吧。我不找他，我回我的家。
你干什么？我来通知一下，这栋房子藤田先生已经买下来了，我们是陪着藤田先生来收房子的。你们几位赶紧收拾收拾，今天就搬走吧。不可能，这是我们的房子，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。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。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，请问地契在哪里？让我看看。那也麻烦你把地契拿出来看一下。这个是藤田先生、张先生还有我，在这个律师的见证下，在租界公董局办下来的新手续，文件齐全。张云奇啊，那就清楚了，这个房子是我爹的房子，不是张云奇的，公董局是不可能给他地契的。你们是被骗了，他一定是拿了假地契来骗你们。张云奇在哪儿？他是当事人，我们先找到他，一起去巡捕房，我们去对峙，好不好？どうなってるんですか？ここ私たちの上海のお家ですよね。どうして入れさせて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す？これは我々の家だ。心配しなくていい。私に任せなさい。对不起，这位太太，你要找张云奇。那是你的事，法律是死的，法律文件是真的。什么真的假的？什么法不法的？你们一定是贿赂了当官的，用了下三滥的手段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也可以找律师，我们也可以告你们。你把这个给抢了是吧？这才是下三滥的手段。我跟你讲，上海滩是讲法律的，你可以去告呀。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。这套房子已经是藤田先生的了。什么藤田先生的？你们谁都不能进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日本人刚打了败仗，上海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国人手里。你们想在这撒野是吧？啊！你们问问整个弄堂的邻居，他们答应不答应？不答应！就是答应！滚出去！石部先生，在法之界。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公董局保护的，对不对？张太太，你们要是再闹下去，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。接。